今天将要给大家分享寻河炮不同常规的行棋思路。继续延续视频的变化，本局棋将为我们展现一个非常凶狠的深暗布局手法。这一招一旦走出来，可谓是进攻非常的迅猛。我们就快速进入棋局的分界点。本局变化也是黑方进车捉炮的最后一个变化。平炮先手打车，跳马再度飞向捉，这都是前面常规的走法。平炮瞄准马平车，那如此的话，交换的话，显然红方是比较吃亏的，直接采取弃子，顺势出车。那么走到这里，就是和前面稍微不同的分界点了。前面的走法，红方通过弃子快速出车，而且先手带着捉炮，黑方都是车一平二看守住，如此的话形成一个牵制。本局棋我们继续看黑方直接平炮避让，同时炮隐约还瞄准了红方的底势。哪曾想红方直接顺势快速出车，点进下二线。可能我们常规思维想着进炮打马，这里一交换再度一吃，但是本局棋展现出深暗布局，更加技胜一筹。我们来看车点进下二线，如果说黑方进炮一打的话，单车炮目前来说虽说破了一个势，但是后方子力还没有出动，同时车吃马势在必然，所以在这里呢，黑方沉着应战，出车直接跟你对，红方必然是平车避让，现在就不给机会了，现在就牵制住不让你打。那么在这里，接下来黑方呢又有两个进攻思路。我们首先看第一种的话，直接进车底线，双车抢底势，红方乘势拦截。如此的话，双方继续往下发展，红方有进炮打马，将来形成子力交换，形成一个焦灼战。好，那么这个走法呢，并不是咱们今天需要讲解的重点，我们就看最为精彩、最为厉害的走法。黑方直接形成霸王车，下一步棋这里感觉就有直接进炮破势，接下来交给红方，就看红方如何行棋。那在这里我们讲了，如果说进炮打马的，这都是常规的交换子力，如此呢，双方是互有防守，进攻将会持续形成一个焦灼战。本局棋我们来看看，换作你是红方的话，当前这个局面如何找到突破口呢？这里我们就要潜在分析一下当头炮潜在的优势与它致命的缺陷。首先我们来看，双方都是当头炮，最为关键的是当头炮的缺陷是376路底下无法连接。红方显然是一个先手，此时移形换位，瞄准他的3路底下。那相信我们在棋局里面能够顺势发现对方的缺陷呢，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眼光。进炮打象，平炮打象势在必然。黑方目前来说象没法防守，那么在这里他来了一招将计就计，这也是他扔出一把反飞刀。我们来看看，换作常规思维的话，你会怎么走呢？可能我们会想到进炮打象一将军，黑方乘势，接下来这里是吃着车，红方必须得先下手，要么你把车闪开，如此的话他双车深入咱们的阵营，形成攻势，那咱们直接吃掉吧，他平车一吃，然后你再进炮打掉马，黑方进炮底线一将军。如此的话，相信大家一看这里乘势的话，他再给你来一个出将。当然在这里可能我们也会认为进炮打马多没意思呢，先前如果说进车吃马的话，对方也断然不会平炮打过来，因为你是炮瞄底象的。那即便是你再来炮打底象的话，也成不了什么杀棋，
同时在这里还得尝试缓解。如此的话，相信走到这里，大家也会发现，这个局面之下呢，对黑方来说，进攻明显大于红方。回到局面，红方接下来这一招可谓是走出来气势如虹，让大家一时三刻恐怕很难想到。如果你能想出当前破局招法，可能神级水平。我们不妨来看一下，此时这里是面临着吃车对车，红方进车吃马，先前进炮打象，这里很明显占不到什么便宜，你对车的话就没有什么攻势了，不仅丢掉一个车，再度弃一个车，这是需要多么犀利的眼光啊！现在我们来看看黑方退车吃还有平炮打。首先平炮打车的话，进炮打象，此时一将军只能尝试进炮再打象，双炮齐发，形成闷弓杀棋。好，咱们退回来，这是平炮打车的变化。那么当然，如果说在这里退车吃车呢，也是同样如此，进炮一打象将军，老将上不来，进车一点杀棋，也是尝试解杀，再度进炮，形成闷杀棋局。那么看起来这里啊，好像我们先前讲了之后，这里有杀棋，难道黑方没有办法解杀吗？现在双炮瞄着双象，我们回到局面，三路象飞不开的话，如果说把七路象飞开的话，是不是这里就没有杀棋呢？同时我先手打车的话，后手退车吃的话，我先按兵不动，反正黑方是捉着你的双车，能不能先避让然后再吃子呢？实际上这个走法是不成立的。首先说明红方可以直接平车吃掉象，你现在还来不及退车平炮打，如此的话进炮一将军还有进炮再一打，这个杀棋是没有办法解的。当然如果说黑方飞象的话，红方还有直接平车吃掉炮，先手再来一将军，黑方也只好选择尝试，这里下不去，士六进五啊，也是同样可以，但是他只能走士四进五，不然的话进炮打底象闷杀。如此的话可平车吃象，当然欺负人的走法，平车把炮给砍掉。相信走到这里大家一看，连消带打，现在是四车相见，就看谁先下手。无论先后的话都是对掉一个车，但是红方还有双炮一马兵种，很明显人强马壮，在取胜呢也只是时间问题。由此可见呢，先前这一步弃车撕开了今天最为强大的进攻手法。好了朋友们，今天这一局就为大家先分享到这里了。